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娅的塔罗频道。我们今天要占卜的主题是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啊，这个他呀，不限男生的他或是女生的他，不限性别哦。那这个人他对你目前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然后他是如何看待你以及你们这段关系哦？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不限性向，然后也不限时间的一个大众占卜。我们今天呢有3组选项哦，左边到右边，第1组、第2组、第3组哦，然后每一组选项都有3张小树叶的贴纸哦。第1组、第2组、第3组，好，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你觉得你对于哪一组牌你比较有感觉，你比较会喜欢，或者说比较吸引你？第1组、第2组、第3组，好。那如果你很快就选好的朋友，你就可以直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的那一组牌去听解牌。那如果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听着音乐，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杂念跟思绪净空。那等到你静下心来之后呢，你再开始选牌也没有关系，不用急哦。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在其中1、2组之间犹豫，你也可以就是2组都听听看，有可能你的讯息是被分散在其中的1组或是2组中间。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选到第1组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宇宙要给你们的讯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哦？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牌。首先呢 Four of Cups, Four of Pentacles, Ace of Cups, Death, the Moon, Child of Swords, Ace of Swords。好，我们再抽一下，图卡的部分，细部的看一下对方对你的一个感觉。好，好，第1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你们有抽到这个 eel 跟 milk， 那这个看起来像蛇，但它其实是鳗鱼哦。然后我们最后再一起来解释吧。首先你们第1张牌出现的就是恋人牌的 Lovers。我觉得你要问的这个人其实你跟他很可能曾经是一段情侣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们2个曾经就是很暧昧，就是好像就差了最后一步，2个人曾经有一段很好的时光哦。可能你遇见他，或者是他遇见你的时候，你们是会有这种心跳加速，觉得好像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了你。你曾经有这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命中注定的人，那对方其实也觉得你是很吸引他的。然后呢，
看起来啊，这个人他现在对你的感觉呢，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啊，他会觉得说，他可能过去在感情上比较被动吧，或者是说啊，有的时候不够勇敢。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必须要跨出他自己的舒适圈，才能够去得到你，或者是接近你哦。那有一些人，这个跨出舒适圈，可能是指他内心对于情感层面的一个深入的探索。他可能过去是属于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哦，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择偶的时候也是比较理智。但是你们你们这一方感觉上是情感蛮丰沛的。而且你们是这一种人缘蛮好的，很多人都想要亲近你的。我觉得在他的心中啊，你是一个蛮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与众不同啊，很多的时候指的是你们内在的一个个性，你们的一个特性哦。有一句话说，好看的外表是千篇一律，可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其实啊，你跟他在相遇的时候，你们两个可能彼此都有其他的选择，你有其他的追求者，或者是他有其他的追求者，或者是身边有其他人想要靠近你们。但是呢，你特别是在你面前，他会觉得他可以比较放松，比较自在吧。而且你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因为你有一个很有趣的灵魂哦。那这种灵魂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你有一些古灵精怪的特性，它是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如果要论外表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身边也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条件还不错的人。可是你之所以独特，在于你的外表对他而言是顺眼的，还有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灵魂，这个灵魂是跟别人都很不一样，然后这个是非常吸引他的一个内涵哦。那这个人啊，必须说他还蛮实际的哦。我们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金币的探索者哦，这只牛啊，它身上挂着一个金币啊，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金币，但是他还想要去找，就是说，他觉得在感情中啊，钱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实际的。你没有钱，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你没有办法生存，何来谈感情呢？而且这个钱这个金钱，获取金钱的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自我证明、一个自我成就感的一个来源哦。对他来说啊，钱很重要，面包很重要。你们两个要约会，要出去吃饭，然后或者是说要飞到对方的国家等等的，未来要计划就是共同居住或者是说搬家买房子，都需要钱。如果没有钱其实他也会想说，那会不会有人跟我在一起？就是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弄得很好的话，那其他人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他其实蛮努力的在去追逐他所谓的生存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来追逐他的一个自我成就，就是一个物质面世俗面的一个成就跟一个达成，对他来说很重要。这个人他好像在忙着赚钱，或者是忙着自我实现，忙着面对一些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那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到底能不能够？你们过去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哦，但是好像是从一个蛮愉快的进展，然后突然卡关了，或者是说有一方突然比较冷淡，就是比较没有像之前这么热络。这种冷淡有可能是突然而然、突如其来的感觉。然后你们两个之间能不能说，好像抛开过去的一些东西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去和解呢？轻松的聊天呢？其实这个人他在内心中是有思考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牌面中看起来，你们算是有主动去找他嘛，或者是说主动给他发讯息，关心他，或者是联系他嘛？因为在
双方的能量看起来，对方有的时候好像太过理智了，或者是说对于感情啊，他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太多事情一起要他处理的时候，他会觉得感情他有一点无心去经营，或者是有气无力，或者是说啊，他心中所想的跟他实际所能够做的，就是他真的去那个行动跟心中所想的，其实是有一些差距的。这一方面是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很忙，他有太多事情没有办法兼顾，或者是说他就是有一点懒，有一点被动哦。那他其实会希望在他自己就是比较不是这么忙的时候的其他时间，他的脑袋是希望可以放空的，或者是休息的。假设你们之间感情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磨合的问题，他其实不大想要去面对哦。那他在这个感情中啊，蛮希望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就是蛮希望自由的。如果说你这一方就是太步步逼紧，或者是说太去要求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控制他，或者是训练他说什么事情没有做到，或者是说臭脸等等的，对他来说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压力，他会想要逃避。然后看起来他内心啊，其实也是蛮纠结的。我们有出现了月亮牌，月亮牌代表说他其实内心有非常多的思绪在打结哦。然后有的时候啊，在夜晚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蘑菇嘛，正在生长着。那我觉得他脑袋中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啦，有一些比较阴暗的念头，又有一些比较健康的念头，各种念头都有。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他好像他的内心也蛮纠结的，这个纠结包含了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自己啦，就是如果你们要去理解他的想法，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捉摸不定，就是很费解，一些本来应该是重要的事情，可是他好像就是闷在心里不说，就是藏起来的感觉哦。因为月亮这张牌啊，有一种好像透过幻想去看着现实哦。月亮它本身不会发光，而是去反射太阳的存在，所以也就是有一种幻象的感觉。在这个幻象中，其实有蛮多的不安啊，或者是神秘感，或者是秘密，或者是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人在面对感情或者是说面对他现在的一个自我状况，其实他有的时候好像很充满勇气，想要前进，可是有的时候脑中一个念头又会很不预期的撞击了他的心里，让他好像突然又变得很泄气，没有勇气。对于感情，他就是有一个很纠结的状况，有的时候是觉得是非常阳光、非常光明的，然后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恐惧而觉得很沮丧，好像看不到希望他在一个蛮混乱的局面的一个情境中啦，然后也许他会对你们说一些就是反复的态度啦，有的时候对你很热情，有的时候又比较退却。那有的人你们面对的这个人，他还可能会发脾气，如果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理清或是聆听自己真的要什么的时候，有的人会以一种生气的态度来表达，那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先把自己关起来。那我觉得他好像隐约有觉得你们两个好像要去的这个远方，就是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好像不一样就是你跟他在磨合的过程中，在相处的过程中，他隐约知道你们两个好像会往不同的方向去吧，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道路，所以他真的很不确定到底两个人继续相处需要多少的磨合，多少的改变，或者是多少的让步，才可以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相处模式。然后我觉得在这副牌中有一些朋友，你们好像是一个远距的状况那远距因为
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啊，然后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你们比较难见面，很少见面哦。那我觉得一方面这个距离其实会让双方产生不安，对方其实也觉得他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拥有你，或者是说掌握你。那如果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你会不会去认识其他人，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其他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他其实都会想，他是一个也是会吃醋，然后也是会想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在压抑他自己的这种情感哦。你看他有出现了两张宝剑的牌，他其实想要去用理智去压抑他内心的各种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要专心在追逐他的一个成就，工作成就、事业成就或者是学业成就上，他必须要追逐金钱，必须要有更大的自我实现跟自我达成，他要去达成他为他自己人生设定的目标，他有很多想要去实现的事情。包含了他的升迁，他的一个工作的转换，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副业的开展，或者是说他想要自己创立一个新的品牌吧，想要自己当老板，自己去运营一些新的事业等等的。我觉得他脑中对于他的人生是非常的有掌握度，相对的他对于感情他比较没有这么样子的有把握。那如果要二择一的话呢，他会先选择他比较有把握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比较能够掌握的工作或者是金钱的这个部分哦。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去好像询问他，或者是深入的想要了解感情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会觉得他好像不大会回答，或者是说他就是不想要深入，因为在他没有理清他的头绪之前呢，他其实不会想要随随便便去说一个答案，因为他也怕说他说了一个答案，他后来会后悔。那但是如果你们就是一直逼着他要答案的话，我觉得他会说出一个让你比较伤心的答案，可是可能并不是他真的心中所想的那个答案，只是在压力之下，他可能就是想要想要解除这种压力的感觉吧。好，那必须说他其实对你们的印象是蛮好的，他特别喜欢你们。这边有 Ace of Wands， 他特别喜欢你们很专注的一个模样哦。这个专注啊，好像是一把火，就是点燃了一把火，就是你专注着为着你的工作或是你的一个兴趣去努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们好像就是充满了正能量吧。你这种努力往前冲，或者是努力为爱执着，然后不求回报，这种付出啊，其实是很感动人的。那你们有人可能是对于自己的专业啊，或者说对于自己的学业，你们是很努力，是很有企图心的。他会觉得这个行为，这个特质，你们身上这个特质哦，其实是非常吸引他的，好像就是点燃了他心中的某一些他在寻找的东西。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算是想要去努力，想要去上进，想要去改变生活现状的人。而你们这种特质啊，会觉得让他看到了一个希望哦，让他觉得说他其实也应该要像你们一样更加的去追逐，以及更加的勇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对他而言你们对他而言的印象是蛮好的。你们对于你们的工作是有活力的，对于你喜欢做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是指你的这个兴趣是有活力的，是积极的，而且你会去把握任何一个可以实现你梦想的机会
你会去努力推动它。有些人我看到你们比较专注的事情啊，可能是在就是关怀他人方面。那如果是这一点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会把握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去散发每一个微小的机会跟细节去散发你们的爱，去关心你们身边的人。好，那这个人啊，他刚刚说到嘛，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实际的人哦。他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两个人啊，最好是能够1+1=2，就是两个人都要比原先一个人的状态更好，那两个人在一起才有意义。然后似乎啊，他有隐约的察觉到，其实你遇到他之后啊，好像你的生活反而变得比较复杂，不再那么单纯了。你的世界啊，好像常常会有一种不再那么安定的感觉哦，可能是因为它引起的一些混乱吧。就是你脑中所想的这个现实跟实际上眼睛所看到这个现实哦，你可能会觉得有差距，那个差距会让你的内心一直在拉扯哦。他会觉得其实他进入到你的生活中，他不确定是不是两个人都变得更好了。有的时候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好像是比较烦恼，或者是说比较为这段关系去有一些不安跟焦虑。那这可能是因为你们当中是有距离的，然后这个距离产生了误解，所以他真的蛮不确定的。不确定两个人在一起究竟是不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哦。必须说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整理，然后要把自己整理好，才有办法回应你。但是哦，他其实是他的内心是有想到你的，而且他会想到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个时光，就是比较轻松愉快的那些时光哦。那这个人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哦，他的里面就是他的内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正在占据着他，而且我觉得好像有一些竞争，有一些压力，或者是说他在生活上会有一些威胁，那有一些敌意吧。他必须要武装自己去面对，或者是说他必须面对生活跟工作上的挑战，他必须像这只乌鸦一样，他要换个角度来看世界。这只乌鸦不是仰着头看的，他反而是把他的头低下来，从胯下这个地方去看身后这支宝剑哦。他可能本身他必须要去换个角度来面对他的人生中面临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换个角度，有可能是他必须要向某些人低头，或者是说要扮演成原本他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哦。他在生活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挑战，也许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或者是他觉得他的生活有比较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哦。那这张牌有一个意思是说，也许啦，你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中，其实你们都没有看见真正的对方哦，而是你想象的他，然后他想象的那个你哦，有一点两个人都必须要看得更清楚，才会知道真正的对方是什么模样。那刚刚说过他很忙嘛，然后他其实不忙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放空，或者是说很想要去做一些娱乐的事情啊，不管是打球、健身或者是打游戏等等。他不大会再去一直在思考说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他觉得这样有一点压力哦。而且要是他做了什么，或者是说没有做什么，处理不好的话，他可能还会被骂、被埋怨哦。那他干脆就先放着的感觉哦。他也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点委屈的，或者说有很多委屈，但是你们可能有压抑住，其实对方有感觉得到。然后我觉得他曾经有错待过你，然后他对你是有一些亏欠在里面的，但是你要他
好像勇敢的去和你道歉嘛，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因为他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尊严跟他的面子吧，那要他去承认这些事情其实是有困难的，除非他可以整个人就像新生一样，像这个死亡牌一样脱胎换骨，整个人焕然一新，他才可以比较坦率的说出他内心的一个想法，他才可以比较坦率的跟你道歉哦。不然他其实把他的尊严跟面子看得都蛮重要的。那他对于你的感觉呢？我觉得他对于你的感觉是好的，至少是有好感以上的。那这个好，刚刚说过，主要是来自于你们的一个独特的这个灵魂吧。你们绝对是聪明的这一组牌，你们这边有抽到这个鳗鱼，鳗鱼它其实是一个很会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个生物，它跟蛇有点像。那其实蛇啊跟鳗鱼都并不是这么好掌握的，可是又是蛮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生物啊。其实还蛮多人想要去得到鳗鱼的，因为鳗鱼它有很多的用途嘛。那它身上啊有一个特质，就是鳗鱼它可以随着不同的环境来变化它的一些特性。然后鳗鱼这种生物啊，也是一个蛮喜欢隐秘，然后喜欢就是在这种深水潭中的一种夜行性的动物然后有一种神出鬼没的感觉，所以其实给人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你对于他而言就是这样子一个有神秘气质，然后有自己个性的一个人他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住你，完完整整的好像抓住你。有的时候他就是你的表现会让他有一种摸不着头绪。也许你觉得你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明白了，可是对方就是没有得到你的那个点。然后鳗鱼啊，它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所以其实它也是有凶的一面我觉得你们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可能外表亲和，但是其实内在是蛮刚毅的。我觉得你们凶起来也是很有个性的。那他也是会怕的，好，或者是说你们是外柔内刚的，其实你们就是蛮聪明的，也能够独立的处理生活上很多事情。他蛮欣赏你的为人处事，以及面对这个世界的你们一个独特的方式那这边所说的聪明不一定指的是学历很高，当然你们当中有可能是特别会念书、学历很高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可以说是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属于这种生活经验很丰富，你们具有很充足、很丰厚的一个街头的知识，可能是你们从小就是有经过一些历练吧，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或者是说换了很多生活的环境、学校等等的，你们蛮懂得一些人情世故，这些东西都是他欣赏你们的一个特质。我们这边还看到了 Ace of Swords 这张牌是一嘛，每一张牌每一张一就代表一个新的机会，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因为一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跟新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办法想通的话，他其实会发现你是一个蛮理解他，而且蛮包容他的人至少他曾经有觉得遇到你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而且他也会想要给你一些回报或者是回馈吧，因为看起来你们过去的付出或者是说情感上的这个流露是有一些不对等的。那这中间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一些矛盾的个性他的个性里面呢，其实有这种自卑，却也有自大，就是有骄傲自大，也有自卑跟疑心的这个部分，就是很交杂跟交错的一个个性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他会去猜测你一些事情，明明你就没有什么
值得怀疑的，然后你可能也会去猜测他啦，他怎么说呢？就于现在的他来讲，我觉得他好像不觉得自己有立场再去给你一些什么，或者是谈论一些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蛮难搞的人。那除了难搞之外，他还考虑了好多现实层面的东西哦，包含可能他的家人啊、居住地啊、经济啊，特别是经济。那有的人可能还有小孩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他脑袋也就是很多的东西在想。那如果你这边呢有认识其他的人，其实他会蛮吃醋的。可是基于现况，他好像又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未来，或者是说，确定这段感情磨合之后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盘面上来讲，我觉得他其实比较胆小一点，而你反而会觉得这是努力可以克服的。为什么他好像比较没有行动力呢？但是必须说，我觉得他会认为说，他这个理智的思考啊，其实是为了想要去做出一个很聪明、很健全的决定哦，因为他至少他会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做，至少他是把这个感情严肃看待的哦，他也不是随便玩玩的哦，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做出决定的重要过程，所以理智跟健全的判断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包含了对于整件事情啊的一个清晰的怎么说呢？整件事情可以用一个比较清晰跟客观的态度去下决定，而不是被感情牵着走，就是被感官感知被这种儿女情长牵着走。他是希望用一个比较理智的态度来做决定。那他似乎自己觉得这样是比较聪明的想法，所以他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也觉得说，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讲清楚跟说明白，因为他要是说的太多，然后他可能又担心你们会胡思乱想吧，或者是说睡不着啊，情绪不好，所以他有些东西他其实透露出来、释放出来的讯息会比较少一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对他而言很像是这个牛奶，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滋养他的，你们跟他在一起对他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当然要看他能不能够去理解到这件事情，他可能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或者是跟某一个人谈一谈，就是换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跳脱出原有的框框，才能够发现怎么走才是正确的，就是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洞见。那如果你想要就是等到他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还必须要再等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决定会在比较最后来做出。那如果他现在很忙的话，他其实也没有空去思考，因为他想要他休息的时候就想要放空。那如果这一组的你们你们其实有想要等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是你心中还有期盼的，或者是说想要去挽回的话，我会觉得说你们尽量就是保持内心的一个平稳哦。你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去控诉他，不要去指责他，也不要定罪他哦。即使你觉得他曾经亏欠过你，你也就是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忘掉。至少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要带给他的是这个他刚刚喜欢你们的这个正能量、正面的讯息啊。对于过往，如果你觉得你曾经被错待了，曾经被亏欠了，他其实知道，也许你觉得他没有什么行动啊，你好像会觉得很受伤、很自怜，那尽量把这种情绪就是用其他东西来转移吧，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啊，可能去吃美食啊，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去跟朋友一起进行你喜欢的活动等等，尽量把转移到这种
尽量转移掉这种情绪，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情绪在面对他的时候，对方其实也感觉得出来。然后尽量看对方的优点哦，去赞美他。你们两个如果还可以接触的话，其实就是把握接触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如果是透过讯息的话，尽量给他的是正面的讯息，不要对对方在此刻有太多情感上的要求、需求或者是所求。你把自己稳定住，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好，那在等待他下最后的决定的这个过程中啊，你们还是要保持心情的平和跟平稳。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的你们给你们的一个建议，以及从牌卡上看得出来对方对你的一个感觉跟想法。那如果你觉得这组牌有对应到你们的关系的话，你就可以参考。那如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哦。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对应到的讯息有哪些哦？好，命运之轮 ，Devil of Pentacles， Guardian of Souls。The Emperor, Justice, the Magician, Five of Wands, Five of Pentacles。好，我们再来抽一下图卡的部分哦，细部的。看一下有什么补充的讯息。第一张牌 ，House， Elixir， 好，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首先呢，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应该就是在彼此的心中都留下蛮美好的印象。你们有的人哦，可能是第一眼就是见到对方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是你一直以来在寻寻觅觅的那个人，然后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方这边哦，你的某一些特质啊，其实符合他心中对于理想伴侣的一个特质吧。那命运之轮这张牌啊，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遇见对方的时候啊，你们彼此的眼睛好像就可以凝视着对方哦，你们彼此的眼神其实都在说着故事哦。你们两个啊，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啊，好像找到了一池清澈见底的湖。然后你觉得你终于啊经历过了人生中这么多的事情，或者是曲折，或者是坎坷之后，你终于可以安心的在这个人身上，对他付出真心，终于可以对他去好像押宝一样，你好像找到了一池很清澈的湖，你可以安心的让你的双脚踏进那个冰凉的湖水里面，并且啊，你可以把你的心好好的掏出来放下去。我觉得其实你们当初相遇，或者是说初次见面的时候啊，是蛮动人的这个场景哦。你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啊，是有一些感动的故事。那我觉得从这张牌看起来，我觉得你们当初你们两个的相识，有些人可能有交往哦。你们的相识、交往以及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个感情绝对是真真切切的。
并不是说因为你们年少轻狂不懂事，就是随随便便选择一个人和一个人在一起，然后这段感情也不是一个装出来的虚假。你们那一双眼睛哦，初次相遇的那双眼睛，其实可以证明说，你们在人生中的这个人生中这个不断流逝的这个时间之轮中啊，其实你们真的曾经在彼此身上见到过人生中最美最美的一刻。那这个人呢，我觉得第二张牌是 Elder of Pentacles， 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他是有成就的，或者是说他是有一些追逐的，看起来这个人的这个社经地位还不错，或是说他的脑袋还不错，他有一些很擅长的这个技能哦。我觉得你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人呢是有一些这种好像收藏的嗜好吧。这只熊啊，它收藏的是钱币嘛。那我觉得你们今天面对这个人，他有可能他今天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或者是说他很喜欢赚钱哦，就是对于这个收藏钱或者是说存钱很有兴趣。那有的人呢，可能他是喜欢收藏游戏啊，收藏公仔，或者是收藏衣服啊，就是好像衣服啊、鞋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物质的东西。那有的人呢，我觉得他只是喜欢收藏，好像是异性的这种青睐的眼光，他很喜欢被众人环绕，就是有一点很多人就是被很多人捧着或者喜欢的感觉啦。我觉得他有一个世界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关于他心中可能有一个瘾吧，或者是说一个着迷的东西。有些人是对于权力啊，或者是说对于名利啊有特别的追求，有的人可能是在性方面，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沉迷在好像某一样物质的一个收集或收藏吧。就是你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人，那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关系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哦，因为他其实会希望你能够去理解他这一块哦，但是你们好像对于你们来说，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即使你们试图去理解，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很能够进入到这一块。但是我觉得，其实影响是有，可是并没有说是很根本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是你能够更加进入到这一块，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更被你同理的感觉。那因为有的人你们不理解，可能会小部分的人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会对于他的这个某一个坚持或收藏或者是兴趣啊，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就是对于他的喜好有一些不理解或者是批评。对，这样子可能会对于关系上他这一方啊会有比较受伤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接下来出现这个宝剑的守护者，还有这个帝王牌哦。好，下面有这个正义牌。那我觉得这个人啊，你们很多人是有发展过，应该是有发展过一段关系的。然后他好像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对你们很好，但有的时候好像又比较冷淡。就是这个人，你在他身边的时候啊，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不确定你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人哦。有的时候他守住了他的承诺，信守诺言，但是有的时候他好像食言了。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他在你身边，有的时候他却又不在。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人就好像是一扇门吧，就是开开关关啊。当他打开的时候，哇，他的爱其实是非常温暖，可以流窜你的全身哦，好像一个很温暖的毯子把你包围哦。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感到他非常的爱你，可是有的时候他好像又把他的那扇门关起来了。那一旦关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完全没有办法穿透的感觉。不论你在门外怎么恳求，或者是你用泪水去哭泣啊，求他，好像都敲不上，没有办法敲开他的那一扇门哦。所以你好像就必须要从这个门缝一直去窥探说啊，这个门什么时候会打开呢？打开了之后，你才能够再享受到他给你的爱及他给你的温暖。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人啊，受不了这种反反复复的开门关门。当他关门的时候，你又必须去敲门去求他，或者是去期待他来找你等等的。那你们有时候其实是有些人是这样子的。觉得这种关系太心累，有一点受不了，所以我感觉上你们当中有些人其实是想要，或者是说已经好像彻底的想要把那扇门封起来，就是你们好像某一些人是已经做出决定，想要断绝这种好像牵扯不清又令你心痛的关系，你们好像想要彻底的关上那一扇门，其实也就是关上自己对他的期盼，也就是你好像想要彻底阻断你心中留下的一丝丝的心软或者是脆弱，就是把你跟他之间完全可以交流的方式都阻断了，主要是你不希望你自己一直在期待中受伤。好，那我觉得这个人他这边出现了这个皇帝国王牌哦。好，然后下面还有出现了 Five of Wands。好，我觉得这个人他基本上他的个性好宝剑的守护者，我觉得他这个人基本上他的个性可能还是有一点，有的时候说话有一点凶，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哦，他希望他这个标准也套用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他的伴侣身上，他希望他的伴侣也可以达到他的准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努力的人，就是他会给自己设下很多目标，然后希望去达到，特别是在物质的世界，或者是说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中，他应该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蛮努力蛮执着的，而且认为他设定好的目标就一定要达到。那他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外在环境的问题哦。一方面他是这样子蛮严格的要求自己哦，同时我觉得他也会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符合他的标准哦，因为他某一方面觉得自己蛮优秀的而且他自己一路以来都是这样子的，督促自己或者是砥砺自己那如果今天你是他的伴侣其实你是他的伴侣，就等于说你就是他外在形象的一个延伸他会觉得说你也要做到他能够做的事情，如果你做不到，就是他不会觉得是你能力不够，因为我觉得他看上你们，他欣赏你们，必然是他觉得你们是有很多丰富的内涵，而且能力也是好的。他觉得如果你们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你不够用心，或者是说你的态度不对，你根本不想要去做。然后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他有一个想要去，好像是主导想要去主导两个人关系的一个进展跟发展吧。然后他有的时候对你说话比较凶，或者是说用词比较尖锐，然后好像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受伤。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他自己其实他自己知道他其实是比较凶的，或者说他比较严厉他知道自己是有错误的对待你，他其实有在反省然后他有的时候是有想要改变的，但是感觉上你们跟他在一起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你们又蛮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嘛，就是他有一个莫名的吸引力，是不是？然后他是有意识到自己脾气不是很好，而且伤害了你，但是他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去控制自己说话的一个态度或者是用词哦，因为他其实好像一路以来习惯都这样，他有的时候改不了。然后有的时候，好像他生气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一些话来伤害你的时候啊，或者是冷暴力的时候，你们常常会比较不知所措嘛。对方啊，其实他也知道在这段关系中他是比较主导的一方啦，他本身就是想要主导，想要占上风，想要去掌控，他是皇帝的这种心态。那我觉得他也有用他的方式来照顾你和对你好，因为他除了严格的要求你去做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另外他觉得他有对你好的这个部分哦。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蛮注重他的外在的形象的。有的时候他在外面的形象很良好，可是回过头来，就是跟你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反而没有在外面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哦。有的时候他反而好像一生气起来就把你当做敌人来攻击哦，但其实他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好像因为你是他的一个，有些人是这个情侣关系，所以你是他的爱人，那就算不是爱人，也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其实都不应该把你当成敌人，或者是说在敌对的状况，可是他有的时候好像就会不知不觉哦，两个人好像就是会站在一个对立的位置，特别是你不小心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是踩到他那个点哦，他好像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就像那个热水啊烧开了，那个白烟开始冒，开始沸腾的感觉。好，他其实他心里有愿意改哦，可是他的行动没有跟上来，因为他的内在，他的自我还是一个蛮骄傲、很好强的人哦。他过去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自觉到他是骄傲的。我觉得他可能过去有人是宠着他，或者是说让着他的嘛，所以会造成说他在关系中一直觉得他生气是因为对方惹我生气哦，就是对方要自己去改善跟道歉哦。他可能过去在这段关系，在其他的关系，或者是说在他的原生家庭中，是有人比较宠着他，或者是说向着他，造成他有一些蛮自负的部分也带进关系里面哦。可是我觉得随着你们两个的这种相处啊，以及你给他的一些反应、一些过程哦，你的情绪反应跟你给他的回馈，他其实有意识到了，可是他的行动跟不上来，他心里愿意改，可是他的行动有点跟不上来。那这个人啊，这边出现了正义牌，正义牌代表什么呢？正义牌很有趣哦，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他蛮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就是他有的时候态度会有一些保留，有一些冷酷哦，这就是他本身的一个性格，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深思熟虑再下决定。同时啊，我觉得对方自己认为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负责的，而且是考虑清楚的。考虑成熟而下的一个决定，不管今天这个决定是在一起，或者是分开，或者是说暂时分开，或者是说断联都不要联络等等的。如果是对方下的决定，他会觉得说，我这个决定是很好的，因为我这个决定就是我为感情负责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他今天不处理，冷处理，他也是认为这个就是他处理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他不会觉得说他的做法是不好的，相反的，觉得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蛮成熟负责的人吧，而且他有的时候啊，会因为太过相信一些朋友吧。那假设这个朋友，或者是说外人，或者是说家里面的声音啊，可能对于你或者是对于关系的看法是有些偏颇，他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声音所蒙蔽哦。因为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蒙蔽的影响，可能会让他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么像他想的这么公平公正。他其实是一直想要达到一个公平公正、负责的状态，但其实他常常被一些不当的因素去影响，而匆忙做出一些会影响关系的重大决定。所以其实他并没有他想的这么公平公正跟负责。然后正义这张牌其实再一次的显示出这个人我觉得他的生活基本上还算踏实啊，就是他认为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栽，你今天得到的果就是你之前种下来的因啊，所以他觉得事情会变成这样，或者是说你今天得到了什么，就是你过去付出了什么，他其实就是蛮相信你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踏实的人，他也没有想要不劳而获。然后魔术师牌他这个就是魔术师牌会让我觉得他其实好像很忙就是他其实是有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去显化在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显化各种他想要的东西。魔术师牌其实有结合了4大元素，然后在权杖跟宝剑之间呢，有一个无限的符号，这个倒过来的8嘛，它其实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的潜力还不错，潜力无穷。可是有的时候也因为他这个潜力无穷，要去显化出各种东西，造成他很累。其实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不只是在关系啦，在他的生活中，他觉得他很像是一个魔术师，然后在表演，他必须要好像要抛很多很多的球然后不能让任何一个球掉下来。这个球呢，有一个球可能是他自己，有一个球是他的工作，有一个球是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说小孩。那有一个球是感情，有一个球呢是他的朋友。他好希望在方方面面都可以兼顾到各种不同的层面。他没有觉得说要偏颇于感情，或者是说放太大的比重在感情，就是他好像之前或者是说到现在的想法都是这样，因为他会觉得各方面都要兼顾，然后要兼顾很多不同的需要，并且在不同的方面都扮演好他应该扮演好的角色。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弄得很精疲力尽，同时也会把一些压力带到关系中，因此关系变得很紧绷，因为他很累，情绪不好，压力很大，口气自然也不好。那2个人相处的时候，这种口气不好冲突好像一触即发，就是磨掉了彼此的耐性因为他在外面要表现得很完美，所以他的脾气只能忍住，好像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才会爆发，或者是说才会被磨出来。那任何一点不起眼的小事都好像可能酿成一个变成一个导火线，然后酿成一个巨大的争执跟冲突。那也就是一点一滴的这种小事其实很多时候在吵都是小事，可是累积起来就会觉得很累，觉得很无奈。好，那他渐渐的有意识到他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好像不大对，就是他一直以来运行到现在这个地步，其实很多方面他确实是掌握了，可是我觉得他在感情这一块始终都没有达到一个他理想的一个状况他似乎要放掉一些价值观，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执着，才能够不要再把压力带到关系中，也才能够卸下他的一些重担跟烦忧吧。然后他其实这边还有出现Five of Wands 这个权杖五其实代表说，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愿意接受挑战的人假设在这段关系中他认识你的时候是有人在追求你，他是蛮他喜欢你的话，他是蛮愿意参与这个追求的竞争，他是不害怕的，而且他也蛮享受这个竞争，他对于他自己蛮有信心的。
他愿意接下挑战，然后去证明自己是适合的人。那在工作跟其他方面，学业上啊，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升迁啊，或者是争取什么东西上也是哦，他愿意接下挑战，发挥他的潜力，证明自己非常有资格，非常有能力。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基本上不是退缩的，他是一个愿意去竞争的人。他蛮勇敢的。这个勇敢啊，包含了就是勇敢的去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去迎战吧。他会有点像评估各方人马的一个势力哦，并且开始去打这场仗，或者是说开始进入到这个竞技场中。在感情上也是哦，他不会因为有其他人在追求你，或者是说在追求他想要追求的那个人，他就退缩。他不会妄自菲薄，反而会勇敢的去争取。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他真的就是好像把蛮多东西都看得很严肃，然后都很想要赢吧。在感情上也是哦。那其实他渐渐的有希望生活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然后接下来看到 Five of Pentacles， 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在这段关系中，有一些人是不是其实也某一方面你们会做出一些事情，特别是当他比较冷淡，或者是说你比较感受不到热度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会去好像是说一些反话，或者是说要求对方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做一些牺牲来证明说他是爱你的，或者是说你会说一些伤人的话，让他去反击你，或者是说让他很痛苦。你们反而可以从这个当中去想要去证明他是爱你的嘛？就是有一些人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因为你实在太感受不到那个热度，所以你就必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好像得到一些什么反应吗？好，可是这个人他其实是看不懂的，他其实不知道这样子迂回的心思，他只知道你今天这样做，你就是在攻击我，或是找我麻烦。他其实会生气，他其实看不懂你们背后想要的其实就是爱，或者是说要的是关注哦。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会造成一个反效果。然后在这个 Five of Pentacles 这张牌就是讲的，好像其中有一方觉得被忽视了，没有感受到爱，或者是说得到太少的一个注意哦，得到的不够，没有办法被满足。那这种没有办法被满足，其实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对方可能觉得，他已经有做了，可是，另外一方就觉得还不够，就是说，不管今天得到多少，都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感觉。那因为没有办法被满足啊，其实又会觉得说，你们其中有一方好像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没有吸引力了，或者是说自己其实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再去推动这段关系，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爱对方了。就是这张牌感觉上这段关系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哦，走到了一个危机哦，事情要继续进展似乎有点困难，而且短期之内好像不会改变哦，所以必须你们要降低你自己的期待跟需求，不要期待太高，对对方期待太高，并且要好像打起精神，振作一点。然后在这段关系中，其实有一个必须要被跨越的，好像不安全的一个区域。那如果你要继续走的话，你就要有耐心去跨越这个障碍，度过难关哦。那其实外在的环境这张牌是比较阴天的，也是会影响到关系哦。我觉得外在的环境，刚刚说过，他身边其实有蛮多波动的会压缩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时间跟空间哦。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们两个在面对这些外在的困难，可以齐心面对的话，反而会强化两个人的一个结合哦。这个人他其实认为说，一段关系出问题，并不是单方面的责任，可是他这个想法其实有一点是，好像他觉得你们不能把责任单单的推给他，就是你们这边也是有责任的哦。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对方的一个借口，那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很受伤吧？那其实他蛮希望你给他多一点的体谅跟包容，就是不要做破坏关系的事情，也不要让关系继续恶化，做一些会让关系恶化的事情。然后他们希望你可以站在他的立场去想，或者是说去做一些真正对他好的事情哦。即使这些事情可能会牺牲你自己的利益，那如果是这种站在这个立场的话，你愿不愿意为他去付出、去牺牲、去舍己呢？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们并没有真正的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而是你好像都在猜测他。其实他知道你们有在付出、有在努力、有在对他好，可是他好像就觉得那些不是他真正要的、真正需求的。所以在这段关系中啊，他其实标准也是蛮高的。刚刚有说过，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自己的一个就是对伴侣的一些期待吧。那你们究竟在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走他希望你走的路，去变成那个他期盼的样子哦，或去为了他去体谅、包容跟改变呢？还是你们想要去走一条真正让自己开心的路？即使这条路他可能并不是这么乐见，就是你们今天会想要走的是哪一条路呢？如果你今天呢是想要走的是挽回，或者是说你想要等待他让关系有推进的这一条路的话，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用爱感动他的，然后不要急，因为这边我们有出现这个房屋嘛 ，house，这张牌啊，虽然它的牌面是这个外在房屋的形体，可是它其实要传达的更是内在的，房屋里面住的这个人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你今天面对的这个人，不管他在外面多有成就，或者是说爬到多高的位置，其实他内心都很渴望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家哦，他渴望一个避风港，一个温柔湾，或者是一个很坚实的一个肩膀可以让他靠。他其实在外面虽然感觉上很多朋友，社交不错，可是其实真正的知心的知己很少，然后愿意让他拉下面子来吐出真心话的人，我觉得真的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那如果今天呢，他找到了这个可以让他信任的人，他其实就会想要结为连理，他会想要共组家庭，好像一起走入婚姻家庭中有小孩，他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人生顺序中应该或者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成家立业等等，他就会想要照着这个步调去走。只是说因为他内心其实有时候也是比较防备心比较重，或者说比较多疑吧，所以他要找的人必然是可以完全包容他、体谅他、信任他、对他付出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也要符合他的方方面面。你们当初遇到的时候，真的你们有些特质就是真的是符合他对于美好伴侣的一个想象，只是说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又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加注在这段关系中。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其中有人觉得这段关系好像走到了一个尽头，或者是说一个无力回天，或者是说一个比较困难再去推动什么的一个地步哦，好像需要奇迹才能够改变这段关系哦。好，我们这边出现这张牌，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也很有趣哦。适时出现了这张 Elixir，
它是这个神丹妙药，它是一个万灵丹，它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万用牌吧，就是它可以解决，好像很神奇的化解掉关系中的一些不可能为可能，好像可以看似没有盼望的事情，竟然又重新复活起来，又重新有盼望了。我觉得出现这一张牌，会觉得说其实是有希望的。那这个希望啊，不论你们走哪一条路都是有希望的。刚刚说过，你们可以选择走自己开心的路哦。就是假设这段关系是令你不开心的，你需要去改变很多，去牺牲，去配合的话呢，你觉得很累，你可以选择一条令你开心的路。你会有好像这个神丹妙药啊，在你身边，然后你可以看到奇迹的。好，假设另外一条路就是你想要留在关系中，你想要更加推进，你想要挽回，你想要用你最大的爱去包容他，你想要去体谅他，你想要去等待他，你想要作为他一个温暖的后盾，去给他全然无条件的爱。等等的。好，如果你愿意去做，即使这个关系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了，我觉得其实你用这个爱去感化它，而且是这种真的舍己的爱，其实会有机会回转的，只是说这个回转啊，可能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有可能是对方自己经历过了一段感情，甚至是一段婚姻之后，他才回过头来体悟到身边有一个人这么爱他，好像这么在等着他，他其实会感动的。我觉得这张牌有这个奇迹出现的感觉，所以不管你们选择哪一条路哦，我觉得都可以适用这一张牌。好，那以上啊就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有关于你们今天的解说啦，希望今天的解说对你们有帮助哦。那第二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分享你们的故事哦。好，那就祝福你们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他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对方是如何看待这段关系的。第三组对应到的讯息有哪些呢？好，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Explore of Swords。Four of Pentacles, Page of Cups, Garden of Wands。战士，2牌，最后隐士牌，Hermit。我们再来抽一下图卡的部分哦，再细部的看一下有什么额外的讯息吗？好，第一张 Cat，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牌哦。第三组的，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他如何看待你以及这段关系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第一张牌啊，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Explore of Swords。那这张牌大家可以看到，它画其实是有一只乌鸦，它好像站在悬崖边，那它踩在一只宝剑上，这个宝剑呢其实几乎有一半是露在外面的。然后这只乌鸦它停在这边，它其实是在思考，就是行动之前先思考，它要思考说，它下了决定之后会往哪一个方向走。
以及他是否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对对方来说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关键的选择的时刻哦，在关系中可能是选择一个要不要继续，或者是说要不要断联，或者是说要不要分手，或是分手之后是整个都结束了吗？或者是分手之后其实还是想要继续给彼此一个空间，一个联系的机会，就是还给彼此留一个后路。我觉得对方其实有在思考这个部分哦。那如果你今天面对的这个人他是没有动作，或是行动很慢的，那是因为他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因此他必须要深思熟虑，因为他做的这个选择啊，其实会影响到你跟他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一个行动。它就很像是骨牌效应一样，他今天推倒一个骨牌，接下来就有一连串的骨牌会倒下，所以他要怎么去抉择呢？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像这只乌鸦，它站在这个位置，如果它往前走的话，可能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为了不掉下去，它就必须要展翅飞翔嘛。所以一旦他做了这个前进的动作，接下来连接到的下一个行动可能就是展开翅膀飞翔。那如果他今天选择他不再前进，或者说他后退的话，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路径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张牌啊，对方其实有在思索，有在考虑，有一个好像他要抉择的一个时刻。那对于你这边呢，我觉得你们这边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你有的时候啊，如果你们是这种正在暧昧，或者是说你们是分手濒临分手断联的情况，其实好像你这一方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会想到这个人然后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想说，关于这段感情，我要不要继续花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要不要等这个人？你不知道这个等下去是不是值得，会不会浪费时间、青春？然后有的时候好像你会觉得，我就算了，我看清了，我就往前走，走我自己的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怀念，说如果我今天离开了、放下了之后，还会不会再找到一个让你有相同感觉的人？有的时候觉得好可惜，就是这中间呢，其实有很多的思路在打转。然后下一张牌啊，画的是金币4这个潘多树上有4个果实，都是用金币结成的果实然后大家仔细看一下，这4个果实上其实是有刺的，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代表说，这个人啊，他其实有一种好像想要保护着什么东西那除了感情之外，我觉得他有其他他想要保护的东西。这4个果实啊，看似不相关，其实它都是在同一个树上，同一个有机体上的。那他们都是用着同一棵树的这个资源在生长，然后它果实上的这些刺啊，其实也就是生人勿近，然后让别人不要轻易的去摘取这个树上的果实这张牌有一种对方会觉得说，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啊，他觉得还 OK，有一种可以安顿、稍微休息下来的感觉。现在的状况对他来说是可以安定下来，好像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很想要守护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包含了他的金钱、他的一个感情，或者是他的一个个人的空间、时间我觉得对方很想要保护着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对方感情中的一部分，我觉得他也会想要去保护。那这个保护啊，其实包含了很多种。我觉得如果有的时候对方一个不处理，或者是说冷处理，对他来说啊，也是一种他去处理的方式。或者是说，如果对方今天是说清楚讲明白，对于对方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保护彼此感情的方式，因为他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每一个人体现的方式是不大一样的。然后
接下来下一张牌啊是 Eight of Cups。哇，这一张牌就跟上一张牌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哦。这张牌它其实是讲说，离开不适合的地方，去寻找某一个心里真正渴望的远方哦。那要怎么寻找呢？其实心啊，它的心就是一个灯塔，一个指路灯哦。前面这张牌是说，目前这个状况还不错，还 OK。但是下一张牌指的是说，其实啊，它是可以从一个还 OK 的状况，到达一个不可置信的美好跟完满的一个状况，可是这个必须要对方愿意去离开，某一个像是他在感情里或者说在生活中的舒适圈吧，然后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美好。可是当然在这个路上啊，在这个寻找的路上，其实会遇到很多阻碍吧，因为这条路其实是很长的。就关系来讲，对方如果想要达到一个更大的美好，或者是说更大的幸福感的话，他可能必须要离开一个他曾经非常执着的观念，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想法吧，放弃他一些旧有的一些习惯跟坚持，然后依照他心里真正的渴望去做。那也有可能啊，他必须要离开，是因为他已经被迫不能再选择了。前面这张牌是有选择的，可是走到 Eight of Cups 这一张牌也有代表说被迫离开，不能够再选择了，所以离开哦。那你目前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在处于一个假设你们是分手断联的一个状况，会觉得他其实在跟这段感情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切割对他来说非常的困难哦。可能他觉得他必须要跟你说再见，去走他自己的路，因此他觉得心情很沉重，而且他可能是被迫的，被一些现实的因素，被其他人所推动，被迫要离开你，去走另外一条路，也有可能他觉得你们最终通往的方向是不大一样的。好，那如果你们是刚认识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是刚认识，或者是你们是这种再次联系上的话，会觉得这个人呢，他可能心还被困在某一个地方，还被困在其他的地方，然后他试着要挣脱一些旧有的连接，可能是旧有的一个情感上的连接吧，然后他其实是想要挣脱出来那个不愉快的连接，然后想要跟你更亲近一点哦。所以如果你们是在这种状况的话，记得不要让他有更沉重的一个负荷，而是要帮他去好像疗愈，去治疗说他过往每一个分离、分割，或者是说结束、破裂带来的一些撕裂的伤口哦。好，下一张牌啊是权杖的守护者。这个火蜥蜴啊，它站在权杖上，然后下面是一把熊熊的火焰，它其实也是在煽风，就是帮助这个火燃烧的更旺、更猛烈。然后我觉得这段关系中有一个人哦，就好像是点火的人，或者是说双方都是点火的人哦。其实有一方非常想要将温暖生命或者说新的能量带入到这段关系中，或者是说其实他初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心中的爱火就被点燃了。然后在这其中啊，我觉得因为对方他可能过去的一些破碎，或者说感情上遭遇挫折的经验哦，他在感情上有的时候比较胆小，比较退缩，因为他曾经有过被背叛的经验，或者是曾经有付出过真心没有得到回报，或者是说他在情感上他有走过一些冤枉路，然后我觉得他蛮需要在关系中的另一方去证明说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就是他需要另一方表现出一个很让人信赖的态度，然后表现出一个在每一种情况下对方都会对他不离不弃，而且会很勇敢的跟他携手度过生命中每一个
难关。那如果这个火蜥蜴是你们的话，我觉得你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其实会点燃它，特别是在他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们会用你们的温暖跟明亮去鼓励他，你会用你的乐观来好像打开他的眼睛哦，使他能够以比较正向的角度来看事情。那如果能量相反的话，我会觉得说，也有可能是对方是你的摆渡人，在你比较低潮、比较忧郁的时候呢，他的出现其实可以让你有一种被鼓励、被温暖以及被稳定下来的能量。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圣杯的守护者，圣杯的守护者这张牌的出现呢，会觉得其实你们双方其实对彼此至少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他对你有好感，那可能你对他的喜欢更多一点，因为这边其实是有一个人是圣杯中的莲花，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应到这个鱼的能量哦，然后鱼在守护着这个圣杯中的莲花，你们可以听听看，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们，哪一个是他哦？其实有一方是多喜欢对方多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彼此对彼此都是有好感，或者是说曾经有好感的。那喜欢的比较多的那一方，其实愿意为了对方去付出、去改变，并且有的人其实会这样，就是好像会从对方的眼中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如果有的时候他对你的反应很好，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棒，哇，这一天好美好。那有的时候他忽略了你，或是说他口气不好，你就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有一点好像自怜的感觉，心情不好，或是有时候会和别人比较哦，然后有的时候，其中一方就是愿意为了对方去改变的这个人啊，会觉得说，自己做了这么多，好像对方没有看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张牌它里面有说，你们两个其实是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彼此都教会了彼此很多事情，像是如何被爱以及如何爱人哦。圣杯跟鱼这对于圣杯来说，它其实是圣杯中的莲花来说，它其实是第一次遇到这一条鱼，同样的鱼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美丽可爱的莲花在圣杯中，所以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因为认识了彼此，有了一些新的体验哦，你们可能因为了对方的关系去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也学习了一些新的文化、人事物，甚至是接触到新的人事物等等的。那对于这条鱼来说，它其实是有一点好像一边观察一边前进，一边为关系加温，因为它其实要确认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这个属于我的那朵莲花？因为这个湖面上有好多的莲花哦，它其实有一点要确认说，这个人跟我的三观是否一致呢？然后他要先认定嘛，在这个确认。这个决定做下去之前，其实他的付出是有一点保留，好像有一点小心翼翼哦，就是东看看西看看，除非他完完全全的确定，哇，这个就是我圣杯中的莲花，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想要去走下去的那个人。这条鱼它才会全然的付出哦，然后这张牌也看得出来，其实当对方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他绝对是对另外一半很好的，他甚至会把全世界都给你，他会赴汤蹈火去为了你做很多事情哦。可是，一旦感情发展不如预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会稍微退缩，然后有一种停滞跟观望的感觉，因为他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担忧或者是说胆小的一面吧。那如果能量是兑换的话，如果你们是这条鱼的话，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就是一个爱上一个人就会全心全意去爱、去付出的人，然后也不留余地的去奉献的一个人。然后这张牌里面还有告诉你说，其实你要保护自己的一个能量，尊重自己一个情感的流动，就是你不要去压抑自己的流动。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人，你就坦白的去喜欢；如果你今天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就坦白的让你的情绪
去释放出来吧。不过这张牌基本上比较没有这种恨跟讨厌的感觉，它是一个比较浪漫、比较充满爱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去接近他、去靠近他，甚至是引发他内在一个很深沉的吸引跟渴望的话，其实你这样子会蛮能够去赢得这个人的心，或者是说推动这一段感情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战车牌。战车牌它其实就有一点好像拨云见日的感觉哦。大家可以看到假设这个独排者的位置是船行进的方向哦。其实好像有一种一开始在船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其实两旁都是很高的这种岩壁悬崖，不见天日哦。可是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哇，我看到了光在前方，我看到了好像尽头是有出口，是有一个活路的。这张牌我觉得它其实有代表说你的努力跟改变对方是看得到的，可是对方什么时候要主动前进呢？他其实有自己的行程表啦，然后他嘴巴上也许不会讲得很明白，可是他自己心里是清楚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阻碍，有一些跨不过去的坎，其实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些念头吧，一些软弱，或者是说一些旧有的思考模式，让他有的时候好像想一想，心情就会跌入谷底的感觉。那其实对方也蛮渴望一种很深的一个亲密感，这种亲密感甚至是不用开口就能够互相了解的默契哦。那我觉得你们其中有一方其实有在进行这种就是感情上的努力啦，希望彼此能够更亲近一点，或者说你们曾经有做过这个努力，然后其实对方是有看见的，刚刚说过对方是有看见的，只是说他目前呢好像还没有走到这个出口的位置哦。那对于对方来说其实你是对方很重要的一个人哦，你也是他一个想要相处的人哦。对于他来说，你其实是可以让他好像蛮放心，然后安心去诉苦的一个对象。其实你们今天是分手了，或者说即使你们今天天各一方，然后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等等的，或者是说彼此就算很近，但是心的距离很遥远，就算你是这样觉得，其实你在对方心中都是有留存的一个特别的位置哦。这个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你对这段感情的一个付出，或者是说一个温柔体贴吧，他其实知道你有试着去努力去懂他，或者是说努力去融入到他的生命中，融入到他的生活中，甚至是和他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去好像打好关系这样子，就是你有试着去融入到他的世界哦。那这些努力他看在眼里，但是也许他过往嘴巴上是没有给你们特别的夸赞，或者是说特别的给你们什么肯定，但是他其实自己心里明白啦。然后这个人呢，他这边还出现了这个恶魔牌，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感情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吧，好像他必须要跨过这个重重的树林哦，才可以看到这个太阳。他其实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他内心绝对是很想要看到这个旭日东升，他很想看到这个曙光的。他非常就是你在这段感情中对他非常的有吸引力哦。有的人应该是指性的吸引力，或者是说外表的吸引力等等的，他其实内在有一个骚动，是想要跟你多亲近一点，可
可是大家看到，其实，如果你要达到这个太阳，哇，它前面有好多好多好高的树，这么高，几乎都占满了这个牌面。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走，有可能他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这种爱情对他来说太致命、太危险了哇！他如果就是好像谈恋爱，他就会迷失自我，他好像变成说他正规的生活啊都要失序了，都要停摆了的这种。如果他真的要去爱的话，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比较疯狂的情况。我觉得他不会让自己走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他不喜欢太黏吧，就是他不喜欢要这么靠近，这其实有一点矛盾的，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有说，他其实内心很渴望一个很深的一个亲密感，然后一种很有连结的一个默契哦。可是他其实内心又怕说，如果真的到达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天人合一的地步，他会不会就为了爱情废寝忘食而忽略了其他生命中的应该要运转的次序呢？他内心是有这样的挣扎，代表说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有一个很莫大的吸引力的。然后最后一张牌出现的是隐士牌哦。这张牌啊，隐士他其实专注在思考他自己的事情嘛。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啊，他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你平常去忙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你专注的事情，你喜欢的一个兴趣哦。然后他会觉得你去思考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你静下来去下决定，或者是去做一个计划，或者是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他是很欣赏、很迷人的。他会觉得你很有能力，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对方其实会想要去好像敲敲你这个小屋的门，去引起你的一个注意哦。可是如果你今天太赤裸、太坦白，然后就是太没有神秘感，就是好像都让他看光光的话，他看得很明白的话，他其实反而会有一点好像失去了热情的感觉，他就会有一点好像有点失去了这一种好像要跨过重重阻碍才能够接触到这个太阳的这种吸引力的感觉哦。但是这个人啊，你完全不理他也不行，因为对方也是需要关注的，他需要在他忙完的时候，你呀可以好像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可是当对方要忙碌的时候，要处理这些很多纷杂的这个树林，他处理很多他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希望你可以静静的在一旁，不要吵他，然后也不要去给他太多的压力。他忙完的时候，你又要很热情的去好像出现在他面前。他其实比较喜欢你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好，那这一组的人呢，会觉得不管你们今天呢是在一起哦，或者是分开哦，你们是一段就是好像两个人相遇变成情侣的关系，或者是说从这个情侣关系演变成分手不联络，甚至有的人变成仇人等等的。其实不论是在哪一个阶段呢，我觉得都没有人真正的做错什么，就是在这副牌中，我觉得没有那种谁真的亏欠了谁，或者是说谁真的非常的委屈哦。因为在当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立场跟想法，其实没有谁是故意要去伤害谁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从对方的身上，或者是说从这段关系中，学习到了你应该学习的课题，而且从这个课题中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疗愈哦。只是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曾经有在对方身上得到过你们想要的东西，让你觉得内心是很满足的。只是说这种满足可能没有这个药效啦，不是很长久。就是有的时候就像这个药品一样，你吃下去它是有效力的，你觉得很棒，可是时间一久可能又失去效益了。那你会觉得这段感情到底
为什么会演变成今天这样呢？到底好像有没有爱过呢？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这副牌里面要你不要去否定吧。如果你有去否定，你们当初的感情啊，或者是对方对你的付出啊，或者是说你对于对方的付出的话，其实你如果不再否定你们曾经的好，你们曾经的甜蜜，你们当年的那些彼此很炙热的眼神跟很真切的言语的话，其实你们是可以继续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疗愈的方法。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张图卡的部分哦，一张是猫，然后一张是这个洋娃娃哦。我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啊，有可能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一点好像是不期而遇吧，就是没有想到今生会跟这个人相遇，或者是说你们一开始的相遇是因为一个讯息，或者是说一次的交谈就展开了这样子的缘分。那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好像朋友在聊天的状况吧，其实你也没有想到后续会发展成这么多。其实猫就好像有一种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然后有一点神秘，有一点捉摸不定，就是其实你也不太确定感情会发展成怎么样，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有很多事情你都没有预料得到，跟你本来脑中规划的那个计划不大一样哦，好像老天爷有他另外的一个剧本。其实你自己在内心中做了很多计划，或者是规划，或者是说，你1年之后会怎么样，2年之后会怎么样，或者是说这段感情你有你的一个时程表，可是好像老天爷啊，或者是说宇宙无形的力量又有它另外的时间表，那就是有一点捉摸不定的感觉哦。可是这一只猫啊，其实有的时候它好像很独立，然后不是这么黏人，但是其实它也是会撒娇的，对不对？跟这个洋娃娃一样，洋娃娃就是小的时候在玩的这个玩具嘛，它其实有代表着一个回忆在里面，而且这个回忆是这种很纯真的，就是放下了一些所谓的后天的教化，一些比较世俗的礼教跟一些经过社会化的思考跟行为，回到一个最纯真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里，他其实是有那种很可爱，很像小孩子，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有的人是有一点很像婴儿感的那一面。他其实需要很多爱去包围，但是这里并不是讲它是一个巨婴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巨婴，然后需要很多人照顾，然后一直苦恼不休。我觉得这个牌看起来不是，因为它前面对应到的是独立的猫，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在情感的需求跟所求，其实在最深层的地方啊，他其实还是很渴望这种无条件被爱、无条件被喜欢跟无条件被包容。就像在童年有一点好像渴望来自父亲或母亲的那种全然的爱吧。然后他在感情里绝对有他很小孩的那一面，你们可能曾经有看到，或者是说会用一些很可爱的言语或者是很可爱的行为来跟你们相处，跟他在工作上啊，跟朋友跟外人面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很童心跟童稚的一面在这段感情中，只是他有的时候又会把它藏起来，只有在这个人最放松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才会把他这个状况显露出来。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那个可以让他安心以及可以让他放心去展现他这一面的这个人。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再糟的事只要过去了，其实就是好事。那曾经可能那个当下有许多的无可奈何，但是至少啊，你们要选择一个
最不为难自己的路，然后坚定的去前进，好吗？那如果选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来分享你们的故事哦。如果你觉得今天有符合的话，这个讯息就是给你的，你可以参考。那如果你觉得比较不符合的话，就可以再听听看前面2组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再去听听看其他的占卜咯。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